实秒杀商城解锁中。限时秒杀商城，这手机中毒了。今日限时秒杀商品已上架，请尽快秒杀。新的商品将在3小时后刷新哦。最新款保时捷跑车，限时秒杀价1元。保时捷？真的假的？不过也就1块钱，试一试。我操！还真能买啊！我操，还真是保时捷啊！我这也太走运了吧！有了这秒杀商城系统，那我这以后不用出钱了呀！修哥，赶快起床！不就是跟女朋友分个手吗？至于那么要死不活的吗？那个拜金女娶回来也不安分，分了更好。好好上班，赚到钱，什么女人找不到？我先走了。我也想好好赚钱，可是送外卖能赚几个钱？唉。现只需转账1000元，就会获得1元返利100万元的机会。现在的骗子都不带脑子的吗？谁会相信这种事情啊？嘿，我转你已支付1000元，余额2.5元。我操，我的钱！我手机怎么这么烫？要爆炸了！哇，这拼夕夕买的手机就是不靠谱，又是发光又是变烫的。限时秒杀商城解锁中。限时秒杀商城，这手机中毒了。今日限时秒杀商品已上架，请尽快秒杀。新的商品将在3小时后刷新哦。最新款保时捷跑车，限时秒杀价1元。保时捷？真的假的？不过也就1块钱，试一试。我操！还真能买啊！我操，还真是保时捷啊！我这也太走运了吧！有了这秒杀商城系统，那我这以后不用抽钱了呀！有病是吧？大早上在这吵什么吵？抱歉啊，那也不怪我吵了。凭空获得一辆豪车，换谁相信？哇，真是保时捷啊！油箱都是满的，真是赚大发了。这1块钱买保时捷，说出来谁会信？喂，丫丫，怎么了？讨厌！你该不会想找我复合吧？那你可别再痴心妄想了。喂，陈兄吗？我是陈爽，今天是亚亚的生日，我在红运楼摆了一桌，你这位前男友也来捧个场呗。陈爽，那个年薪15万的高管，陈亚昨天才跟我分手，今天就和这家伙勾搭在一起。不过没关系，小叶我现在可是有系统在身，跟你们这群凡夫俗子已经不是一类人了。啊，讨厌！来不来啊？该不会是不想看到你女友和我亲密的画面吧？既然你都邀请我了，我哪有不去的道理？中午红运楼见。哟，这不是陈修吗？丫丫，你男朋友来了？是前男友，而且我从没把他当我男朋友，人家心里只有你一个，亲爱的。陈修，我看你这一身跟土鳖似的，我想就连路边一条母狗都看不上你吧？确实啊，这个母狗自然是看不上我的。你知道就好。你笑什么？没听出来他在骂我吗？陈修啊，只会逞口舌之快有什么用？你知道为啥你女友选择了陈少吗？还不是因为你没房没车吗？要不你给陈少当几天司机，让你体验一下苏七的手感。不好意思打扰各位，请问是哪位先生的保时捷停在门口了？因为挡到路了，能麻烦挪一下吗？亲爱的，是不是他把你的苏七认成保时捷了？是我的，麻烦帮我挪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挡住路的不是你的苏七，是一辆保时捷911。啊？保时捷911？不好意思，是我的。不好意思，是我的。刚才呢有点着急，麻烦你帮我挪一下吧。陈修，就你开保时捷，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谁？那我要是开得起呢？你要是开得起啊，我陈爽
就当着大家的面儿吃翔。哎，好，陈大少说话一言九鼎啊！麻烦你去看看是不是我的车。等会儿啊，陈大少，你就当着我们大家的面吃一坨吧。陈兄，你觉得这样很好玩吗？像你这样的人来这儿吃饭都吃不起，还开保时捷，你把我们当傻子糊弄。陈先生，确实是您的保时捷，车停在楼下停车场了，钥匙给您。陈先生，确实是您的保时捷，车停在楼下停车场了，钥匙给您。谢谢啊。怎么样，这回信了吧？哎，装逼装得像一点啊！买个车钥匙打火机，还找个人配合你演戏。陈大少，你该不会是不想认账吃屎吧？你这都是假的，我凭什么认账？罢了，我就不跟你这个废物一般见识了。各位，我简单说两句哈。今天是我女朋友陈亚的生日，希望大家能祝福我们两人。陈少，这么喜庆的事儿，你不跟嫂子亲一个？来。限时秒杀商品已刷新，请尽快秒杀！金色红毛一根，可随心所欲变化，但仅能使用一次，秒杀价1元。陈爽、陈亚，既然你们当众恶心我，就别怪我，给我变成一坨屎塞进他们嘴里去。给我变成一坨屎塞进他们嘴里去。什么味儿啊？这么臭啊！哇，谁拉屎了？陈大少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哎呀，你早上吃的是屎吧？这么臭，你这太重口味了。陈兄，你……哎呀，这每个人的癖好啊，是需要尊重些，但是你们这个也太倒胃口了，我实在吃不下去了，告辞啊！陈少，你没事吧？妈的，肯定是那小子干的，快给我追！你们这是吃好了还是吐好了？陈兄，你这保时捷到底从哪来的？你这个穷逼，贷款都没人贷给你，怎么可能开保时捷？我能不能开保时捷跟你陈大少有什么关系？我现在要去搞钱了，就不打扰各位用餐了，咱们后会无期。哎，对了，陈少，要好好刷牙，你的嘴太臭了。陈兄，你这狗杂种，你他妈！这真是保时捷？这怎么可能？不就保时捷吗？我也能开。真的，爱你。起开，臭死了！陈兄，你给我等着，老子早晚收拾你。唉，估计那对狗男女现在在整个苍县都是个大笑话了。唉，我现在有豪车了，也得想个办法赚点钱了。限时秒杀商品已刷新，请尽快秒杀！又刷新了，让我看有什么好东西。霸王霸气，可使宿主获得楚霸王项羽拔山之力，秒杀价99元。真香鱼饵可吸引方圆10公里鱼类前来咬饵，秒杀价9元。楚霸王的力量，那我是不是谁都可以打得过呀？至于这鱼饵嘛，我就可以靠钓鱼赚钱了。买了，刷我的花呗。哇，我的鱼竿之前忘在孤儿院了，等我拿回来就可以靠钓鱼赚钱了。陈院长，我告诉你，我的忍耐是有限的，10万块钱，赶紧把这孤儿院卖给我，要不然……不行，我说过很多遍了，你要是不能先建一个孤儿院，让这些孩子有个去处，我是不同意把孤儿院卖给你的。陈工，你个老东西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！反正这些孩子要是没个去处，我就是死也不会答应的。哼，好，很好，你个老不死的，
看来我今天要是不给你上点手段的话，你还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，是吧？来人，把他身后那小崽子给我抓过来！你想干什么？孩子们，快跑！哎！不准欺负我爷爷！你个王八蛋，有本事冲我来，别伤害孩子们！来人，把这个小崽子的腿给我打断，看他答应不答应。哼，我看谁敢动！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你个小畜生！这帮丧尽天良的禽兽，放了薇薇！陈秀哥哥，我前些日子来拆房的时候，你个小畜生拎着菜刀追着我3里地，害得我掉进粪坑里。我还没来得及找你去算账，你却自己找上门来。虎子，给我废了他！好嘞，都给我上！刚好试试系统给的霸王霸气的威力。哥哥好棒，哥哥加油！别！老子弄死你！陈部长，现在该你了。陈兄，我跟你说，现在是法治社会了，杀人犯法。那我就不杀你不就行了吗？我有信心啊，扎你10几刀还保证你活着。别，那你这也是故意伤害呢，这也是犯罪。那你报警抓我呀？我想你应该很清楚，我呢进去最多也就蹲个5、6年，但是你做的这些事啊，估计得把牢底子穿吧。你行了，你要是个男人的话，来，咱俩比划比划。陈兄，你冷静，你千万要冷静。你这是不是也不行啊？是，我不行，我真的不行。陈兄，我错了，这样，我答应你，我以后再也不来找了。那做错事了就得补偿，这点道理你应该知道吧？弥补，当然要弥补了。你说，怎么弥补？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。你打伤了陈爷爷，那医药费总得赔偿吧？这10万块，就当是他的医药费了。这么多孩子，你吓着他们了，那这精神损失费是不是也得赔点？陈兄，这有点过分了吧？我过分？行，别说我欺负你啊，刀我给你，来，咱俩比划比划。不用，我认错，好吧？放心啊，我也不会坑你。这么多孩子，我就给你个打包价，10万块钱怎么样？我能怎么样？我只能答应了呀。陈爷爷，来，过来收钱。孩子们，来，陈先生给咱们家捐钱了，快谢谢陈先生啊！谢谢陈先生。没想到系统给的霸王霸气，不仅打倒了这些人，还帮我搞定了20万呢。哼，陈修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事没我。走。孩子们，快回屋吧，别中暑了。臭小子，你长大了，还真是不得了了。你跟爷爷说说，你在哪儿学的这一身功夫？我就看手机瞎练的。陈不行，这钱也不好拿呀。这家伙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放心吧，有我在呢。啊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我去找我鱼竿去。哎，有了这鱼竿，就可以用系统给的鱼饵钓鱼赚钱。哎，这还是小时候跟雨露一起买的，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，工作顺不顺心。陈兄，快出来，看看我是谁。雨露姐，
你不是在城里工作吗？怎么回来了？怎么，我不能回来啊？跟屁虫，让姐姐抱抱。真是长大了，明明小的时候还没我肩膀高呢。哪有那么夸张？咱俩也就相差5岁而已。反正你以后能不能别叫我跟屁虫了？怎么了？你小的时候不就跟个跟屁虫一样，天天跟在我身后吗？怎么现在害羞了？也行，我准备去钓鱼啊。鱼竿？钓鱼能赚钱吗？钓鱼能赚好多钱呢。你要不跟我一起去？好，走。哎，陈秀，你还没说清楚，你这车是怎么来的？那是我救人的时候，他为了感激我送我的。什么富豪啊？你在哪儿救的？就是。哎呀，你们烦不烦？要吵上一边吵去！鱼都被你们给吓跑了。姑娘，这有鱼吗？当然，我都钓上来2条了。你也是来钓鱼的？就你这行头，你能钓到鱼吗？钓鱼靠的是技术，又不是靠装备的。我这鱼竿怎么就钓不来鱼啊？得了吧，就你这鱼竿跟你这行头，一看就没怎么钓过鱼。你哪有什么技术啊？那咱俩打个赌怎么样？就比谁钓的鱼多，谁钓的大。赌注就1000块钱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不过我可是要告诉你，这个鱼塘里可是有大家伙的。就你这小身板，一会儿可别被大家伙拖下水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这么多鱼啊？这鱼都跑你这儿来了。这是秘密。好大的一条鱼！这鱼竟然真的被你给钓上来了。这就是你说的大家伙啊？没错，确定没错，我认识他。之前我钓上过他，可是被他给跑了。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我说了嘛，钓鱼啊，靠的是技术。你技术好，自然就钓得上来嘛。我能买你这条鱼吗？价格随你开。我看你也钓了挺多，还要买鱼啊？那不一样，我要用这条鱼做一道大菜，今晚就要用。这条鱼你卖给我，价格你说。行，就按咱们的赌注，1000块钱。这么大一条鱼，绝对不止1000块。那不然你再请我们吃一顿大餐？好。来。哎，这么大一条鱼，你就这样便宜卖给他了？那如果说万一这个饭店呢，做的饭好吃，咱们不就能让他直接给孤儿院的孩子做饭，就不用麻烦陈爷爷了吗？有道理。不仅赚了钱，还替孤儿院找到了出路，真是好系统啊！哇，这才这么一会儿，就做了这么多好吃的，而且看起来都好好吃。那当然，我可是差一点就拿到高级厨师证的人，保证色香味俱全。这个做的比那些熟悉的大店都好吃多了。哎，你有这手艺，你咋不去城里面？唉，这件事就说来话长了。当时我已经考到了中级厨师证，准备考高级厨师证的时候，被一个有钱有势的给冒名顶替了我的高级厨师证。那你没再争取争取，或者报警啊？争取了，报警了，可是后来就被排挤到家了呗。还好这个饭店是我爸开的，没人会欺负我。这样也好，省城那些啊，也不一定比咱们这沧县好到哪儿去了。对，你们先吃，我再给你们炒点菜啊。于璐姐，听你这话中有话的意思，你在省城也被欺负了？你姐姐我多厉害啊，我能让省城里那些人欺负吗？也是，你还有男朋友呢，肯定没人欺负你。唉，别提了，我都跟他分手了。弟弟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在省城的工作也已经辞了，现在就想回家休息几天，然后再去沧县上找个工作。行，在沧县，我罩着于璐姐。
老板，老板呢？在这儿。强哥来吃饭呢，把你们今天最好的菜都给我上来。没问题。不过，咱昨天吃饭的钱能不能先给了？你以为我掏不起钱吗？哎呦！赶快给我上菜，让我挨饿把店给砸了。哎，坐。这是他们的菜。让你给我就给我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这是咱们这一片的地头蛇，惹不起的。好吧。你干什么？这小妞长得挺漂亮，那谁拿2瓶酒来，让这小妞陪我喝2杯。放开我！别害羞嘛，陪哥哥喝2杯。哎呦，强哥，这可使不得呀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不会喝酒啊。不会喝酒以后怎么陪领导？正好哥哥今天有空，正好教教他怎么喝酒。不行啊！咋那么多事儿？给你脸了是吧？你剃个光头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？放开那个女孩！你又是谁？就凭你敢管我的闲事？小子，我劝你少管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今天这事我非管不可了。你找死！放手！你们愣着干什么？上啊！你们要是敢上，我今天就折了他这只胳膊。放了我吧，我这就走。你们在这撒了一通泼，这就想走啊？那你想再怎么样？你们好像欠了饭钱没给吧？双倍赔偿不过分吧？不过分。付钱吧。刚刚是老子马失前蹄了，这次老子绝不放过你，给我上！这次老子绝不放过你，给我上！就知道你们没这么简单，来吧，让我看看你们几斤几两。没想到你光头还挺硬啊，服了没？服了。我知道错了。你不会以为这件事道个歉就能解决吧？那是想怎么样？这周一损坏的钱，还有饭钱，再加上精神损失费，就拿3万块钱吧，你们几个分摊一下。3万？怎么不愿意给啊？那好，那我就让警察来看看该赔多少钱。别，我给就是了。哼，老板，我们给钱啊！不用了，饭钱就算我请了，剩下的东西啊也不让你们赔了。兄弟，你看，老板都不让给钱。兄弟，你看，老板都不让给钱的。老板不让你给，你就这么给？人家不要我怎么给？你不会求求人家？你实在不行，跪着磕俩头吧。算了，我还是让警察来吧。别，我给就是了。强哥，还是算了吧。你就给强哥一个面子，来吧，把收款码拿过来。走，兄弟们走。老板，怎么别人给了钱，你们还不高兴？哎呦，小兄弟，谢谢你啊！今天的事儿吧，就算过去了。他们都在我们这边混呢，他们下次再来啊，说不定还会欺负我们呢。到时候你再叫我，我再去收拾他们。不用了，1次2次你们能来，他们若是来了，乱打一通，你们来这也需要时间呀。那你们就不能报警吗？哎呦，这报警没有用啊！他们犯的事儿啊，够不上拘留，把他们赶走了，过不了一会儿，他们又会回来了。算了，本来啊，我也老了，也不打算干这个小店了，就是辛苦小荣了，得重新找个工作。这可怎么办才好？于露姐，你有兴趣干饭店没有？可是我连炒菜做饭都不会。这不有现成的大厨吗？而且你就管着账面啥的就行，你大学不就学的这吗？也是啊，这饭店跟账面什么的管起来也不难。老板，你不如把这个店面转让给我呗，然后你和你女儿照样上班，我们工资照付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，那我们就把小店呢转让给你们。
刘宝民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说这饭店不转让吗？你来干什么？我来干什么？之前我要买这饭店，你说不转让，现在又转让给一个外人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孔梅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的事儿跟你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了啊？这个饭店费了我多少心血啊！现在想偷偷转给一个外人，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我们之间是因为你出轨才离的婚的。爸，出轨怎么了？出轨犯法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要么给我钱，要么我就不走了。哼，我看你这个店能不能转出去。你这是个混蛋啊你！哎，刘叔，你先消消气啊。你想要多少钱啊？这个店虽然开业的时候我没出过1分钱，但是我也辛辛苦苦在这个店里算这么多年账了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。我要1半的转让费。什么？1半？我看你是疯了吧，孔梅啊！我看你是钻到钱眼里去了。当年你付他账面的时候，没少出现错账坏账，那账对不上去钱，都进了你的口袋，你还不满足吗？哼，我不管，反正今天你要么给我1半的转让费，要么你看你这个店能不能转出去。好，一半就一半。小兄弟你，刘叔啊，咱们还没说这个转让费多少钱，对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这家饭店长期受到街头混混骚扰，长时间也处于亏损状态，所以说呢，想以低价转让出去，以此呢来摆脱这个烫手山芋。所以这转让费嘛，1块钱也是合理的，对吧？1块钱？你当我傻子呢？这地方光房租1个月就6000，房子年底才到期，房租36000，他会1块钱转给你？怎么不会啊？我呢刚接手饭店，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，所以呢我就准备先给刘叔和刘荣2位员工预支10万块钱的工资，这也是很合理的，对吧？什么？对，我本来打算呢就是1块钱转给那个小兄弟的，小兄弟没干过饭店，就把我和小荣招聘回来，做店长和主厨的。你们好，我不管是什么钱，我就要5万。你该不会是想耍赖吧？哼，谁耍赖了？这个钱我要的天经地义。来，这店里的监控都拍着呢，你跟他说要转让费给你1半，我已经答应了，你现在又出尔反尔的，这不就是耍赖吗？你好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哼，滚！哎，5毛钱要不要啊？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小兄弟。刘叔，说句实话吧，10万块钱我还真没有，不过你给我2天时间，2天我保证给你拿过来。不，小兄弟啊，我知道你是说说而已的，到时候有多少钱你就给多少钱啊！不，刘叔，咱说好的10万就10万。谢谢。哎，对了，你打算去哪儿凑这10万块钱啊？我暂时还没想好呢，不过我肯定有办法弄到钱。下午秒杀商店就能重新刷新了，希望系统能给我点好东西吧。哎，爷爷哪有钱？我要不找他商量商量，让他把钱借给我们做投资资金吧。这不太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的呀？我们要是把饭店接下来，到时候孤儿院也有收入来源了，总比拿着那10万块钱做吃山工好吧？我觉得雨露说的可行，接下来这饭店咱们也能有所收入，不用总是等着国家救济咱们。不过呢，那10万块钱我已经花了一些，给孩子们置办了一些衣服和课本。我手上还存了一些，加起来应该够了。陈兄，那咱们明天就去。陈兄，那咱们明天就去。陈兄，限时秒杀商品已刷新，请尽快秒杀！宫廷御膳名菜，菜谱内记录12大菜系，共108道名菜制作方法，附赠顶级厨师技能，秒杀价99元。
菜谱，这是打算让我这个老板下厨吗？虽然说解决不了当下的问题，但应该能让饭店的收益增加不少。陈兄，陈兄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我听到了，我也还有一些钱，足够盘下这个饭店了。而且我相信这个饭店的生意会越来越好。你哪来的钱？我省吃俭用攒的呗。唉。小兄弟，从今天开始，这家店就是你的了。我们父女俩以后就是你的员工。哎嘿，放心吧，你们2个人的待遇绝对不会差。哎，那我先忙了。好。六荣，你先别走，我有事找你。怎么了，老板？这个是我朋友给我的菜谱，你拿回去研究研究，没准对你的厨艺有帮助呢。菜谱？竟然！老板，你等我一下。行。哎，弟弟啊，你是不是对人家有意思呀？瞎说什么呢，雨露姐？怎么了？那你为什么要单独把他叫到这边说话？那是有事儿。你观察的那么仔细，是不是因为喜欢我，所以……哎，瞎说什么呢？你可是我从小带大的，你什么样我不知道。那你到底为什么把他叫到那边去啊？我呀，从网上找了一个宫廷御膳的名菜谱，我就想让他试一试。名菜谱？这网上的东西可靠吗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哇，这就是宫廷御膳啊！这看起来确实精致了不少啊。确实比以前好吃。看你这样也没多好吃嘛，我尝尝。好吃啊！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。其实刚开始做出来的时候，我都震惊了，没想到我的厨艺居然有这么大的进步，还是多亏了老板呀，我才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菜。哎，什么东西那么好吃？让哥也尝尝。哎，大哥你也在这儿，我走错门了，我走。哎，来都来了，吃个饭再走呗。大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走错门了。哎呀，请你吃个饭而已嘛，又不会害你，尝尝再走。大哥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说那句话。哎，我就是请你吃顿饭而已。你不是挺喜欢来这家餐厅吃饭的吗？还是一样的厨师，就是菜品有所改进。来尝尝。大哥饶了我吧，我上有80岁老母，下有个满月的孩子，求你放过我吧。怎么不吃啊？你不给我面子？你不给我面子是不是啊？吃，我吃就是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！真的，要是有什么意见，你尽管提出来。真的好吃，比红影龙都好吃，这简直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菜了。强哥，我呢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尽管说。让我吃完这顿饭，让我死都行。那不至于。你看啊，我这饭店嘛，刚开业，强哥，你朋友比较多，帮我宣传宣传呗。放心吧，哥，我保证你生意红红火火，不会有一点问题。行，来，怎么样，大哥？这些都是我和我兄弟叫过来的，干得不错。哎，强哥，你说你人脉这么广，你怎么不找个正经营生？实不相瞒，大哥，我刚从牢子里出来，就算想干点正经的营生，人家也不要我。而且我现在已经认了大哥，也脱不开身了。大哥，这样我还有点事儿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行。小荣，感觉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感觉我的胳膊马上就要断了。不过看店里的生意这么好，也算值了。咱们以后的生意会越来越好的。啊，那得多招几个厨师才行啊，老板。按照咱们今天店里的营收，应该很快就能招到新的厨师了。哎，对了，爷爷打电话说晚上有个朋友要来，我们要不要让小荣帮忙做饭啊？不用，今天晚上我来做。你会做饭？我前2日跟小荣啊在后厨学了一些，估计也能做个7、8分吧。哎，陈爷爷的朋友是部队上的吧？好久没听到那边的消息了。首长。这天快黑了，还是没找到您说的孤儿院，会不会不在这边？我记得就是在这附近。小
小兄弟，有个事向你打听打听啊。这陈家镇的孤儿院院长陈公，你认识不认识啊？认识啊。哎，您是不是陈爷爷那个战友啊？我就是他的老战友。那陈公现在在哪儿？马上带我们过去。走走。这两位是？啊，这是陈爷爷的战友，来看望爷爷的。陈爷爷。老赵。哎呦，老赵！哎呦，陈公。这个老东西，你还记得我呀？哎呀，老赵，真的是你啊！爷爷，你们两个好好叙旧，我去做饭去啊。好。哎呀，老赵，真的是你啊！之前你的部下给我打电话，也没说你的名字，我还以为是别人呢。我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？要不是刚才那小伙子，我还找不到你这个地儿呢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就是陈修，陈洪亮的儿子。什么？陈洪亮的儿子？他现在长这么大了？那个事儿你给他说了吗？没有，洪亮他两口子的事儿是个绝密，不跟他说反而对他来说是好事。是啊，他们两个这个事儿到现在都没有着落，现在不让他知道也是好事，但是这个事儿在这瞒着也不是个事儿啊。二位爷爷，饭做好了，咱们吃饭去。好，走，吃饭去。吃饭。陈修，小畜生，我今天来找你算账。怎么了，什么强？今天又准备捐多少钱？捐钱？我捐你哪个腿儿？老子今天是要你命来的。兄弟，这是谁呀？他是干什么的？啊，这是我们陈家村的暴发户，看中了我们孤儿院的地皮，但是出价太低，还不想安置我们这些孤儿，用了不少下三滥的手段。昨天呢，我把他打跑了，今天也不知道憋了什么屁。陈先生是吧？这么晚过来，想干什么？你谁呀你？不想死赶紧给我滚蛋！你，陈先生，你还真有底气啊！怎么了？想好下半辈子怎么过了？你个小，你给我闭嘴！我今天就要弄死你！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简单，2件事。第一，让陈公这个老把这块地给我；第二，我要把陈修这个小的带走，交给我处置。否则什么？你哪来的自信，敢过来挑衅我？自信？哼，这就是我的底气啊！陈修，陈不行，你竟敢私藏枪支，你不知道这是犯法的吗？犯法？哈哈哈哈哈！我告诉你，老东西，在这陈家镇上，我就是法。我想让谁活，谁就能活；我想让谁死，谁就得死。陈修，你不是很能打吗？来啊，让我看一看，是你的手脚快，还是我的枪快？你不动手啊？那我可就要动手了。今日限时秒杀商品已上架，请尽快秒杀。检测到宿主有危险，现在上架各类枪械精通技能。陈修，死到临头了，你还能笑得出来？我怎么不能笑？你别以为从哪个地方买了把假枪就能吓唬住我。来，我给你个机会，来，朝这儿开枪啊！陈勇兄弟，冷静啊！老赵，他这枪是真的假的？看这个制式啊，应该是真枪，而且啊是国外的枪。这种东西他怎么能拿到啊？你教过你孙子怎么夺枪吗？没有啊，我也不知道他能用得上夺枪术啊。怎么了？不敢开啊？你以为我不敢开枪吗？你以为我不敢打死你吗？敢的话你就开枪啊！咱们国家的法律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？在哪儿买了把假枪啊？来，我给你个机会，开枪！你，那我们就打个赌吧。我赌你这把枪里没有子弹。你是疯了吗你？来啊，开枪！我可就真开枪了。开枪！这是你逼我的。开！这怎么回事？这是？给你机会你也不中，你也不中用啊！陈修别打了，我错了。这把是真枪吗？是，但是内部机皇损坏了，无法激发。内部机皇坏了，这个东西它是不会轻易损坏的。这恐怕就得问陈修了。他刚刚握住枪管的时候，有个不自然的抖动，我估计就是那个时候干的。哎，陈公，你教陈修枪械知识了？我都多长时间没碰过家伙事儿，我咋教他呀？这小子在哪儿学的这么多本事？祖宗，别打了，我错了。烈火，你愣着干什么？快帮忙！陈修，你敢打我姐夫？怎么，你也想跟我练练啊？你要是再敢打我姐夫，我就报警了。对，我跟你说，赶紧报警，说他们私藏枪支，还打人。去！
陈兄，让他报警去，我倒是想看看这暴发户的本领。他藐视国家法律，还诬告民众。同志，就是他把我姐夫打成这样的，还有他们旁边的人，他们手里有枪。什么？他们恶人先告状！冷静点，把枪放下，跟我们走一趟。你们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乱抓人？这乱抓人！警察同志，你看他把我打的，他还藏着枪，赶紧抓他们呀！这分明是他们！够了，是非对错我自有分辨，都跟我回局里一趟配合调查。好，一个派出所所长竟敢如此耀武扬威，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军官证，你是军区的人啊？不，李所长，这肯定是个假证，你可千万不要相信啊！对，假的。钟局长会告诉你是真是假。钟局长，李所长啊，你眼前这位是军区来的大人物，千万不能怠慢啊！好的，钟局长。这位同志，我现在证明，他们拿着枪支来威胁我们。你们两个等着坐牢，坐到下半辈子吧！我怎么知道？对不住了，各位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这件事我一定秉公处理。带走。你走。赵爷爷，让你见笑了。没有，以后啊，咱们孤儿院的事啊，他就不会再威胁你了。另外啊，这个事影响很大，以后啊，你要小心点儿。行，我以后啊多注意。哎，刚才这枪里明明有子弹，你怎么能断定他不响呢？哎呀，坏了！赵爷应该是发现我把枪的内部机环给搞坏了。刚刚系统给了一个枪械精通的技能，没多想就直接用了，现在得编个理由。赵爷爷，我呢喜欢枪，平常啊没少刷视频，正好那把枪我认识，只要用对地方，它里面的机环就坏了，枪就不响了。哎呀，这可是在部队里苦练几年才能掌握的技能啊！没想到他看几遍视频就学会了，真是天才啊！不进部队可惜了。陈兄啊，他的心思就没在部队，要让他到部队啊，他不习惯呐。是这样啊，以后啊，你想要进部队，随时给我打电话，部队啊，永远有你一席之地。行，咱吃饭去。好。真的掏枪了？那我能骗你吗？我弟弟可厉害了，把陈步行还有李虎啊，他们全都抓起来了。后来来了很多警察，还有部队上的，这估计是下辈子都出不来了。恶有恶报，这群人也算是有自己的报应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老板也是为你们镇上除了一害呢。那可不是吗？据说把陈步行家里面从上查到下，有问题的全都抓起来了，而且他们那些钱啊，也全都被没收了。这下估计他们陈家要完蛋了。聊完了没有？聊完了赶紧备菜去，下午生意不做了。老板，你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，都已经忙一上午了，就不能让我休息一下吗？如果你现在不备菜的话，下午肯定要忙死了。好吧，知道了。好吧，我知道了。走啊，咱们一起。我都是老板了，我还要帮忙啊？当然啦，谁让人手不够呢？这要是真忙起来，你还要切墩、洗盘子、上菜呢。哎呀，陈哥，你一定要帮帮我呀！发生啥事了？今天我一大哥托我在鸿运楼订包厢来着，但是呢，我没有订到包厢，也没能买下别人的包厢。而且呢，今天的招待非常的重要，若是没有伺候好他们，那我就完蛋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，我想包下咱们饭店，能不能按最高规格给我来一桌？这当然可以啊，而且你不是说了吗？我们这的饭菜比鸿运楼还好呢。那就拜托陈哥了，我得再去取点钱，弄瓶好酒，晚上我带人过来。行，好，再见。最高规格，那我是不是就能把菜谱里最厉害的几道菜给做出来了？今天晚上我亲自下厨，正好让你们看看我的厨艺啊！别了吧，老板，都没见你做过菜，人家都说了是重要的事，这个容不得马虎。没事儿，不行的话你在后厨帮忙呗。我给你帮忙啊？你说的比鸿运楼还好吃的地方就是这里？没错，雷老板，虽然这个地方小一点，但味道绝对是一绝，我敢拿我的性命担保，比鸿运楼的还好吃。但是这个地方未免也太普通了吧？哎，
我觉得这儿就挺好，比较亲民嘛。雷老板，其实不必大费周章，咱们吃点家常菜就挺好。能给钟局长接风洗尘，怎么能是大费周章呢？不过，既然强子都这么强烈的推荐这里了，那咱们就尝尝。好，请。老板，开个包厢啊。行，包厢在后面呢，各位请吧。你是陈修吗？我是，咱俩认识啊？你不认识我，但是我对你很熟悉。张林你认识吧？嗯，我是他师兄。这么说，你也是赵爷爷的徒弟啊？不错，我叫钟良，是师傅的大徒弟。之前程步行带着枪去孤儿院的时候，张林给我打了电话，才让我有机会补救。也正是因为这个事情，我才从市局调到这里。哎，这陈步行真不是个东西啊，害得大哥你被贬了。哎，也不算是被贬吧，算是戴罪立功。上面最近也在严查苍县的这个治安问题，这对我而言也算是大好的机会。钟局长，你认识这位小兄弟？何止是认识，我跟他还颇有一段渊源呢。按道理来讲，他得叫我一声大哥。哎，钟大哥，您先入座吧，今天这顿饭我请。好啊，那老弟，我就不客气了啊，走，行，走。老板，确定要你来做菜吗？放心吧，你的那点功夫我都已经学会了。那好吧。哇，色泽和香气看起来都比我做的好。老板，你是真会做菜啊！何止色泽和香气，这味道做的也比你好。真的假的？那我尝尝。这个味道原来这么好吃，我再吃一个。哎，这是给客人炒的，你还吃？快给人送过去。知道啦。菜已经上齐了，3位请慢用。钟局长，不知道这边的饭菜合不合您的胃口啊？我很满意，很喜欢。那就好。没有想到这么小的一个饭馆，竟然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饭菜。老雷啊，你有心了。哪里，不是这位小兄弟，我也找不到这么好吃的饭店。总之，欢迎钟局长调任到我们小仓县城里来。若有什么能帮上忙的，还请您尽管开口。说起来的确有件事情，我想问问雷老板。你也清楚，我之所以被调任到这儿，就是因为前段时间发生了一个极其恶劣的事件，上面怀疑这件事情跟当地的一个极其庞大的黑恶组织有关系。我来的目的呢，就是要消灭这个组织。我不过是一个电子厂的老板而已，对于那些家伙而言，连个屁都不是。也就是这个饭店没有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，不然咱们聊的这些，不出半个小时就会被那群人全知道了。那这个势力的老大究竟是什么人？真正的老大我也不知道是谁，不过在城西这块见不得光的事情，基本上都是金茂全操办。这个金茂全的背后，应该就是整个苍县真正的黑老大。金茂全有点意思。来，吃饭。哎，吃好了。感谢老板的盛情款待，今天的饭菜非常不错，吃得好就行啊。哎，对了，老弟，那个明天中午能不能按照这样的规格再给我来一桌？我想请我老丈人吃个饭。明天？哎，对，我老丈人可是个资深的老美食评论家，吃饭挑剔的很。不过，我觉得你应该能够满足他。当然可以了。
哈哈，好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哎，慢走啊，请。哎，老板，今天又没挣到钱。哎呀，那以后赚钱的机会多的是嘛，着什么急啊？干活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今天打烊了。我不是来吃饭的，我是来找人的。刘荣，这就是你说的能做出宫廷名菜的饭店？不过就是个苍蝇馆子嘛。老板，这个就是刘浩，就是他抢走了我的高级厨师证，靠着家里有点背景就仗势欺人。你就是这家饭店的老板？哼，看来还是太年轻了，而且还很没眼光。他就这么一个连高级厨师证都没有的人，你雇他做饭？一个厨师最重要的是做菜的厨艺，要证有什么用啊？你要是没这手艺，你有这个厨师证也没什么用啊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听刘荣说，你也是个厨师吧？还是有着高级厨师证的厨师。既然你对我们这饭店能做出宫廷名菜有疑惑，不如我们比试比试如何？比试比试？怎么不敢啊？哎，也是，连一个高级厨师证都是从别人手里抢来的，怎么敢跟一个真正的厨师比试啊？你说什么？我的厨师证从来不是抢过来的。想比赛是吧？好，我明天过来挑战你。如果你输了，你就当着全网的面承认，你这家饭店根本做不出宫廷名菜。那如果你输了，你就要在网上承认你的高级厨师证是买来的，行不行？哼，我是不可能输的。是高级厨师刘浩，我听说他今天要跟这家店的厨师比试。这家破店的老板估计连厨师证都没有，肯定比不过刘浩。陈修是吧？说吧，怎么比？你擅长什么菜系啊？公平起见，咱们都做同一道菜怎么样？老板，我提议就做一道川菜吧。哼，川菜，众所周知，我做的最好的是粤菜。你提议做川菜，有什么公平可言呢？老同学，不对吧，老同学？我记得你考高级厨师证那一天做的可就是一道川菜，而且3位评委老师都给你的是满分。怎么，今天就只会做粤菜了？你，家人们，我从来做的最好的就是粤菜，他们却提议做川菜，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哎，得，你擅长做粤菜，那咱就做粤菜；你擅长做哪道菜，咱们就做哪道菜，这样总行了吧？老板，你这话说的也太狂妄了吧？不过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就按你说的做吧。既然菜品已经定了，那么谁来当评委呢？各位，有谁愿意当评委吗？我，让你的粉丝当评委就公平了呀。刘浩，你该不会是对你的厨艺不自信吧？那你说谁来当评委？刘荣，我跟他可一直都不对付，他当评委怎么可能公平？不知道我做这个评委合不合适啊？程八两，老弟，这是我老丈人，爸，这就是我给你推荐的饭店。竟然是毒蛇程八两，他怎么来了？难道是为了吃我们浩浩老公做的菜吗？程老爷子，不知您大驾光临，我客套的话就不用说了。我知道你来这儿的目的。既然要比试，那不如让我来点道菜。粤菜当中有一个看似很普通，但对技艺手法要求十分之高。两位比赛，不如做一道白切鸡怎么样？白切鸡？怎么不会做？我会，当然会。做粤菜的哪有不会做白切鸡的？只是这个白切鸡做出来的味道都差不多，你能分辨出来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吗？小子，白切鸡的味道怎么可能是一样的？这里边的门道那可深了。是，您说的对。白切鸡我爸教过我一些，虽然入不了程老爷子的眼，但打败他应该没问题。你们这意思是说程老爷子是毒蛇？没错，不仅说话毒，对菜品的品鉴也非常毒，甚至能够清楚地尝出来香料放置的顺序，十分可怕。这么厉害，那这刘浩岂不是输定了？老板，你这也太自信了吧！今天饭店这么多人呢，如果你被老爷子骂的话，咱饭店可完了。那我就认真点做不就行了吗？争取不被骂。加油！
这2份哪份是你做的呀？这份。啊。哼，就你做这白切鸡，从色相上来看，我给你的菜品打3分啊，都嫌多。菜品讲究的是色香味，你这色相都没了，还怎么吃啊？是，您说的对。但是要不你先尝一口，说不定味道还……光是看着都让人没有食欲，你还跟老头子我说这味道？我问你，给你面前摆了一坨屎，我说这味道好，就让你吃，你吃吗？您说的对。罢了，尝尝吧。这，小刘啊，你这道菜我最多给你打3分。3分？这也太低了吧？怎么，鸡肉这么老，肉也没入味儿，跟吃白肉一样，吃着还有肉腥味儿。小刘啊，你做的也太不到位了吧？老先生，您试试我的这份吧。啊，小伙子很年轻啊，你是这个店的老板？是。这色相不错，香味也被激发了。这个味道，这个味道，有什么不足的地方，还请程老先生指教。小伙子，能不能给我来碗米饭？什么？嘿，老弟，米饭在哪儿？我去盛。那边。好，等一会儿啊。来。程老先生，您难道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说什么？我这饭还没吃呢，吃完再说。赌石老爷爷，这到底是什么味道？真的有那么好吃吗？就这道白切鸡而言，它呀，可以进入全国前10。什么？全国前10？这怎么可能啊？怎么不可能？这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这么简单道理你不懂啊？还是你不相信程老爷子的公平性？程老爷子绝对不会偏袒任何人。我认输。既然你认输了，那就兑现你的诺言吧。什么？怎么？你忘了？你那高级厨师证是怎么来的？你得说出来呀！我的高级厨师证当然是我自己考出来的。你胡说！你的高级厨师证分明就是抢我的！你说你只会做粤菜，可是你的高级厨师证上写的可是川菜，还是我做的川菜。不是这样的。不是这样的？那你考高级厨师证的时候，为什么交上去的是一道川菜？那是因为……哎，罢了，我也不想听你废话。哎，小荣，你们学校考高级厨师证应该有录像吧？没错，所有的考试都会有录像，就是为了以防万一。那既然如此，咱们直接去你学校，把刘浩考试录像拿出来放网上，让网友们都评判一下。等一下，我承认我的高级厨师证来路不正。什么？刘浩，你竟然干这种事情？我是被迫的，我爸让我必须拿到高级厨师证，我迫不得已我才花钱盗用了刘荣的川菜。小偷、骗子，你这样剽窃别人劳动成果算什么真本事？你之前不是说你最讨厌这种人了吗？我真是瞎了眼才会喜欢你，我再也不会喜欢你了。自作孽不可活，小伙子，好好想想。哎，对了，谢谢你的盛情款待，我还有个事儿想和你说，不知道这会儿方便吗？啥事儿啊？非得来这么隐秘的地方说？你知道金毛犬吗？啥？金毛犬？谁家好人起这名啊？他是你们这一片的一个黑帮的头头，他身后那个三爷呢，是你们这儿的黑社会的老大。我看你身手不错，所以想派你去接触一下。我就一普通人，我干不来这大事儿。完成任务会有1000万的奖金。钱不钱的其实无所谓啊，我早就看这帮黑社会不顺眼了，我早就想收拾他们。那说定了啊。干爹，最近咱们地下拳馆
有一个新冒头的年轻人叫陈修，我查了他的底细，是一个普通的孤儿，在陈家镇孤儿院长大，开了一家饭馆。这个陈修和忠良有什么关系吗？应该没什么关系，他们2个人唯一的交集就是雷兵带着忠良去他的饭馆吃饭。好好盯紧这个叫陈修的家伙，如果有必要的话，你亲自去探探他的底细。知道了，干爹。你好，有什么事吗？你就是陈修？嗯。听说是你一拳打死了牛大力，平时更是能1个打10个。不过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小弟弟吗？女士啊，我们这是饭店，你要吃饭的话自然欢迎，要是别的事的话，您另寻他处吧。看来陈修小兄弟是个正经人呀。行，那我也不绕弯子了，是三爷让我来的。三爷？这里也不是什么聊天的好地方，我们能不能找个安静的地方单独聊？三爷的人，他竟然主动来找我，难不成是暴露了？行，那边有包厢，咱们去那边。三爷让你来干什么？看来你已经知道三爷了，金茂全告诉你的？全馆很多人都知道三爷的存在，那随便打听打听就知道了。小弟弟，有没有人告诉过你，出门不要瞎打听？姐姐，我年轻气盛，不喜欢听别人劝解。好一个年轻气盛！不过既然你已经知道三爷了，那摆在你面前的只有2条路。第一呢，就是归顺三爷，以后跟着三爷做事，包你吃香喝辣。第二个呢？第二就是死。好，我倒想看看三爷怎么让我死的。我知道你很厉害，平常人都打不过你，就连陈步行派来的高手也被你打跑了。不过，你的家人也跟你一样厉害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陈雨露、陈宫，还有陈家镇孤儿院的那些孩子们，他们呢，都和你一样厉害吗？我警告你啊，你不许碰他们。力气很大吗？看来金茂全没有骗我，你很厉害，小弟弟。不过就算你现在杀了我，又能如何？你能一辈子待在他们身边，24小时保护他们吗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以后跟着三爷混，保你这辈子衣食无忧，而且整个苍县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你那些家人。你怎么称呼？李清玄，三爷的干女儿，以后就由我来跟你对接。以后三爷的命令我会直接告诉你。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去问金茂全，看他认不认识一个叫李清玄的女人。你男朋友还挺厉害的，搞得我现在都痛呢。你别胡说八道啊你！再见了，小弟弟。陆姐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为什么要听你解释啊？我是你姐，又不是你对象。不过那个女人看上去好像不是什么好人。弟弟，你不会是要跟那个女人谈恋爱吧？怎么可能呢？我现在哪有那心思呀？我就想着赚钱，让陈爷爷和孩子们过上好日子。那我看他刚刚跑出去的时候，衣服都是皱的。你不会真对他做什么了吧？真不是啊。好了，不逗你了。那女人要找你干什么？我跟你说实话，你可别告诉别人啊。她呀，是苍县黑火的干女儿，想要拉我下水。我要不同意呢，她就要对你们下手。不是吧？是。你放心吧，啊，你先回去吧，找陈爷爷，我去找钟大哥，咱们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。三爷拿你们来威胁我，我一定要收拾他们。去吧。哎，陈老弟，你是怎么知道？
三爷的人找上我了，是一个叫李清玄的女人。李清玄，听着这么熟悉。她呀，拿孤儿院的人威胁我，让我帮三爷做事儿。钟大哥，你得想个办法保护我们孤儿院的人。你放心，这个事儿我会去做的。只不过这么明目张胆的去保护孤儿院，且不说这个任务能不能完成，你的个人的人身安全可保证不了。这我知道，但这对咱们而言也是个机会啊，说不定去了就能见到三爷。这三爷现在肯定正在忙着洗钱。老雷，你看能不能这样？你就说你那儿研发出来一个新的芯片，然后诓骗三爷过来洗钱啊！钟局长，这你也知道，我们这个小电子厂突然研发出高端芯片，那肯定不现实啊。再说了，如果没有相应产品的话，那不是一查就露馅了吗？哎呀，这怎么办呀？现实秒杀商品已刷新，请尽快秒杀。顶级智控芯片设计图，用于生产最顶尖智控芯片，跨时代的科技水准，秒杀价999。不用担心这个，没有产品，咱们造一个出来不就行了？哎呀，小兄弟，你真会开玩笑。这东西是你说造出来就能造出来的吗？哎，雷厂长，如果说我有设计图纸，能造出最顶级的智控芯片，咱们电子厂能不能生产出来？这个有啥不能的？虽然咱们这是县城，但我这电子厂的生产制造能力在全世界可是排得上号的。那就好办了，咱们啊，就造这个。苍县知名企业家雷兵先生研发出新一代智控芯片，据专家推算，该芯片若成功投产，能使全球智控设备的效率提升2倍。清玄，你知道智控芯片吗？我知道啊，现在很多东西里面都有，咱们的手机里也有。之前怎么不知道雷兵这小子这么厉害？回头你去见见雷兵，详细问问智控芯片的事儿。如果没问题的话，咱们的钱就有办法洗白了。陈小兄弟，真没想到你给的图纸竟然真的有用，初步实验已经通过了，只要能量产的话，说不定咱们就能成全省，不，全国首富了。我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成绩，不过还是雷老板聪明，先给产品先造势来打开市场。看来以后啊，预计咱们有的是钱赚。可真是恭喜2位了。哎呀，雷老板能有如此成就，以后赚了钱可别忘了我们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从门口进来的呀，门又没锁。你以为你门口的那些保安赶来三爷的干女儿吗？另外，你可别忘了，你还有一家电子厂，就在苍县，在三爷的地盘上呢。李清玄，你这次来想干什么？干嘛这么看着我，搞得我们跟仇人一样？我这次来呢，是想谈合作的。三爷对你们的智控芯片项目很感兴趣，开个价吧。我只是代加工而已啊，智控芯片的版权是陈修小兄弟的，和我没关系啊。三爷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是想把我的智控芯片专利买回去？钱要大家一起赚才好，不是吗？而且三爷呢，只想收购51%的股份，剩下的都是你们的。开个价吧。51%的股份，你有那么多钱吗？而且恐怕你还没搞清楚吧，这智控芯片能给未来世界带来多大的改变？钱要有本事赚，也要有命花才行，不是吗？你大可以带着你的芯片专利逃走啊。不过陈雨露、陈工还有陈家镇上孤儿院的孩子们呢，他们可是走不了。你先别急嘛，跟我们合作又不是一件坏事，研发芯片总需要钱的，不是吗？我们的手里有充足的钱。谁知道你们手上的钱干不干净？干不干净，在你们手上轮过一轮，不就干净了？你这是想借我们的手洗钱啊？聪明，三爷就喜欢聪明人。小弟弟，你以后的发展很有前途吗？既然三爷喜欢聪明的人，
那总得尊重一下我吧？总让你来当传话筒，什么意思啊？回去告诉三爷，想要我手中的股份，就让三爷亲自来见我。你想见三爷？怎么不行？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？三爷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？如果三爷真的想买我手里的股份，就让他亲自商量，否则免谈。陈修，你会后悔的。我陈修做事从不后悔，请回吧。哼。哼，放肆，简直太放肆了！小小的陈修，凭什么让我去见他？干爹，那要不要教训他？教训肯定是要教训的，不然他这么狂的性格，以后肯定会给我们造成很多麻烦的。你去告诉他，就说我同意见他，不过要来我的地盘。干爹，那这样会不会助长他的气焰？哼，你听我说完，把他身边那个叫陈雨露的女人给我绑了，绑到郊外的废弃仓库，告诉他说三爷给他准备了一份大礼。那是要杀了他？这只是给他个教训，让他以后夹着尾巴做人。明白，干爹。那我一会儿去仓库找您。不，这次我就不参与了，只是给陈修个下马威。到时候你去看他的认错态度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回来跟我说一声，我再决定要不要见他。明白，干爹。明天再弄也不迟。今天这么晚了，先回去吧。今日事今日毕，我弄完再回去，就剩这一点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好吧，我还想着看看你驾驶技术呢。我技术自然是没问题，赶快回去吧，不然你又要休息不好了。行。怎么回事啊？停电了？不会吧？陈修弟弟，是你吗？你别闹了，这一点也不好笑。陈修啊！这灯都关了这么久了，人怎么还不出来？喂，是我陈修，三爷答应了你的请求，但仅限于今晚，在郊区的废弃仓库，过时不候哦。现在？没错，而且三爷还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陈修，你把雨露姐怎么了？你别这么激动嘛，都说了，这是三爷给你准备的一份大礼。那你快放了雨露姐，不然我绝对饶不了你。怎么了？李清玄绑了雨露姐，在郊区的废弃仓库，说三爷要见我。怎么会这样？之前李清玄找过我一次，说三爷让他来找我合作，我说见不到三爷就不合作，估计是惹恼到他了。这个三爷真是喜怒无常。我得去救雨露姐，说不定啊能把三爷他们一网打尽。没那么简单，这个三爷是个老狐狸，他肯定不会在原地等你的。那就先把李清玄控制起来，用他来接近三爷。其实还有更好的办法。我在查李清玄的时候，查到一个不得了的事情。李清玄其实是多年前一次灭门惨案的遗孤，警方找了很久都没找到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可以策反他，但他要不相信我的话该怎么办？这桩案子其实是一个3个人合伙犯罪，目前已经确定其中一个人就是金茂全。虽然其他2人身份还不确定，但大概率就是三爷和刘麻子。我这就去。哎，别着急，其实还有一件事儿。李清玄的父母其实都是警察，三爷收她为干女儿，恐怕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这一点也可以用来撬动他的心理防线。你猜猜，你的白马王子要多久才到？你果然不是好人，我当时都看出来了。我警告你，我弟弟很厉害的，你们这些人加起来都不是他的对手，等着坐大牢吧你！坐大牢？你该不会以为陈修真的会报警吧？虽然我们打不过他，但杀掉一个你还是可以的。你
你终于来了。三爷呢？陈修，你该不会以为三爷真的会见你吧？你未免也太狂妄了。难道你不知道三爷是整个沧州黑道的老大吗？既然三爷不在，你先把陈雨露放了，等三爷来了我们再谈。你未免也太不自量力了，教训他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如果得罪了三爷，你和你身边的人都得死！站住！你再敢过来一步，我就掐死他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如果敢动我，三爷不会饶了你的！可笑可悲！李清泉啊，你帮自己的仇人做事，还这么理直气壮，你的父母在九泉之下呀，都得被你气活过来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自己好好看看吧。你父亲叫李峰，你母亲叫蓝秀珍，二人都是警察。23年前，三爷带着刘麻子和金茂元杀了你全家，把年幼的你带了回来。不可能，我是三爷从人贩子手里救回来的，是人贩子杀了我父母。你跟了三爷23年，他是什么人你自己不清楚吗？他能那么好心把你从人贩子手里救回来，就算是真的，那人贩子也是他的人，真相就在档案袋里，你自己好好看看。你要是不信啊，你还可以回去问问金茂全，就说三爷已经放弃他了，他肯定会把这件事情告诉你。你做这些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是不想让你的惨剧再发生。环沧县一个朗朗乾坤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相信你？你不信就回去好好问你那干爹。你放我走。行。三爷，我想问您一件事儿，您知道我的亲生父母是怎么死的吗？我不是告诉过你，你的父母被人贩子杀了。我小时候，三爷您就是整个沧县数一数二的老大。当时整个沧县3/4都是您的地盘，县里突然来了一伙人贩子，您怎么会不知道？当时我对这个事情不是太在意，况且人贩子也很低调。据我所知，三爷您就是当时整个沧县最猖狂的人贩子了吧？你听说什么了？是你杀了我的父母。你都知道了。杀了我的父母，又假装把我救下来，养在身边，让我认贼作父这么多年，你到底是何居心？杀你父母是因为他们挡了我的财路。你也知道，挡我财路的人必死，而你不过是个保障。你真要杀我不成？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！你要是装作不知道给我养老送终的话，我还能给你留下一大笔财产。但是现在，你也得死。你就是三爷吧？谁让你进来的？李清泉让我来找你的。他怎么着你了？你这么对他？陈修，你和李清泉的阴谋我都知道了。什么阴谋？不是你让李清泉让我来的吗？哎，三爷，你到底还买不买我的芯片的股份啊？来人，把他给我绑了！哇，轻点，轻点！三爷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先绑了我姐，现在又把我绑了，你想干啥？小子，你现在要是说实话，我饶了你；要还敢撒谎，我现在就捅死你！你和李清泉到底有没有合作要暗杀我？你有毛病吧？我认识你吗？咱俩无冤无仇，我暗杀你干啥？你还不说实话？我陈修从不说假话，没有就是没有。现在就弄死你！哦，看来真不是你，是我误会你了。那你还不把我松开？不急，
我们先来说说芯片的事儿吧。行，那个股份啊，我可以卖，你愿意出多少钱？51%的股份，10个亿。10个亿？你有那么多钱吗？哼，我当然有了。不过这10个亿在海外，你需要离开这里，到海外去生活。10个亿够你生活顺风顺水的。海外？谁信呢？说不定我刚到海外，你就把我拆了当零件卖了。哼，我可以跟你一起去，到时候你可以一边数钱一边签合同。你也知道，我赚的都不是什么干净钱，放在海外花着才安心。你说你天天在这县里面待着，上哪儿赚这么多钱？我在这个小县城不错，但是谁告诉你我的生意是在这小县城？苍县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，我的生意遍布全国，西北的人口贩卖，滨海的走私，还有南省的毒品，都是我的。哈哈哈！三爷，真不愧是你啊，真是作恶多端啊！小子，你还是太年轻了。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个人吃人，如果你不吃别人，别人就会吃你的。你就不怕遭天谴啊？天谴？呵呵，谁敢天谴我？在我的地盘，我就是天！不知道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快快投降！警察，你们怎么会来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胆敢靠近一步，我就杀了他！你们应该知道他是谁，他是智控芯片的真正发明者。他要是死了，你们谁都担不了责任。冷静，你现在认罪，我们还能当你自首，你还有机会。机会？我哪儿有机会？我做的恶够枪毙几百回了，都给我让开！赶快给我准备一辆车，否则我就杀了他！你不会以为你拿把刀就能把我怎么样吧？你以为我这些年人都是白杀的吗？你敢乱动一下，我就立马割破你的大动脉，到时候神仙也救不了你。干爹。别叫我干爹，早知道现在这样，当年就该杀了你。干爹，你养我20年，咱们俩多少也有点感情吧，所以就由我来送你最后一程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来送你最后一程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出来了，陈修出来了。陈修，好孩子，你伤到哪儿没有啊？放心吧，爷爷，我好着呢。倒是你，怎么还穿着这件衣服啊？老头子又不需要打扮，省下点钱呢，我给孩子们买点东西。对了，有件事，爷爷骗了你。什么事啊？其实你的父母都还活着，只是因为特殊的任务，不得不隐姓埋名，人间蒸发。如今他们的任务结束了，已经在孤儿院等着你呢。真的？